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了12月18号了啊，已经到年底了。12月18号星期天晚上8点半的直播了啊，我看到好多的老朋友也来了打招呼了啊，大家晚上好啊，也有新朋友啊，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今天呢，我准备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每一年的年底我都会预测一下下一年如何可以赚钱啊，哪一些钱是容易赚的，哪一些钱是很难赚，甚至要亏钱的。到现在为止，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预测都是准的啊。所以今天大家来听一下啊，可能想象的。明年怎么赚钱啊？不是大家能想象到的，有点意外啊。所以今天这个内容非常重要，我就闲话不说了，马上就开始了，好吧？那大家如果可以分享出去的话，叫多点朋友来啊，因为我觉得这么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多点人的话，那我感觉到这个我的功夫没有白费，好吧？OK，那好了。一开始呢，我们先讲一讲啊，没有讲到2003年怎么赚钱之前呢，2023年啊，讲错了2023年赚钱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市场当中经常会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幻想，对吧？前一阵子的那个直播里面，很多人都问我，美股是不是牛市啦？美股又在涨啦？你不是说要跌吗？七爸爸不是说美股还会跌吗？怎么美股又涨了？好像我看错了啊。当然我说是港股啊、中概股啊是到了这个牛一的时候更看好的时候啊，但是我对美股的话，我说再等等啊，没有那么容易啊，再等一等，对吧？那这一次呢，美联储在星期四的时候又议息啊，这个讨论开会最后是加息加2码啊，然后他们讲的话啊，我有听他讲的话，跟之前2个星期前鲍威尔讲的话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呢，跟这个在之前9月底8月初8月底9月初的时候讲的也是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市场里面总是在憧憬，在幻想，在美好的幻想，在憧憬，美国加息要转向啦，Fed pivot 啦，怎么样怎么样了，所以一直在幻想这个股票一直在涨，对吧？大家记得之前每一次来直播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嘞，没有那么好嘞，对不对？很多人就在挑战我了啊，你不是说美股会跌的吗？怎么又涨了，对不对？那这一次他又讲的话，其实跟以前没有不一样啊，大家是可以自己去听，但是没有不一样啊。今天我看到这张封面啊，是今天的新闻里面还在说鲍威尔面对很难的选择，到底要控制通胀还是要压抑经济的发展，很难的选择。我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听不懂英文呢？不好意思啊，还是他们抱着自有的固有的一个幻想，就是你说什么不重要，他只是想听自己想听的东西，对不对？到最后什么都没听进去啊，还在说好难这个选择，对不对？我觉得他讲了非常的明确啊，2个星期前也是非常明确，现在也是非常明确。9月底以前，8月底8月26号已经是非常的明确了，就是说每一次都是非常明确说，我们 very committed，非常的坚定，有决心要把通胀压到2%，而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介意经济放缓，甚至是经济带来冲击因为现在这个劳工市场这个失业率还是很低所以我们不介意这个经济差一点，反正那些工人都没失业，对不对？我们不介意经济差一点，都要把通胀控制下来如果这个房地产不好了，如果股票市场不好了，他有说过even better，这个财富效应没有了需求减少了，通胀就下来了，对不对？所以那些人在幻想，哎呦，美联储要托市啦，不想股票跌啦，什么又前一阵子要什么中期选举啦，全部都是幻想出来的 BS，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联储自己这一次公布的它的通胀预期，它自己的数据，对不对？他们而且这个不是鲍威尔一个人，这是他的18个
董事，不同地区的 director 董事啊，所以美联储其实是联合啊，它有不同的地方的 Federal Reserve，然后联合在一起啊，所以呢，它每个地区都有董事，都有这个干事董事啊或者理事，不知道你叫他们怎么翻译了啊，总之是 directors，OK，有份来投票的，每一次议息他们是来投票的。他们一起来做一个预测啊，所以你看到会有一个幅度，一起来做一个预测。他们预测2023年的通胀没有可能啊，最乐观的那个都没有到2%，OK。但是啊，大家记得，他们每一次都说我们是非常认真的、严肃的，要把通胀控制到2%。啊，你如果还在幻想啊会怎么样了，怎么样了，真的，我知道，一次又一次的会使到你失望。OK，他们决定一定要把通胀控制到2%，而且他们自己这个预算出来，这个，sorry 啊，刚才一开始就有点，哎，他们自己控制出来，预算推算出来啊，这个通胀是要到2025年才能回到他们想要的目标。OK，所以第一个重复一下，他们是很认真要把通胀控制在2%。第二个，他们自己都预算，就算他们这样加息，也可能要到2025年。OK，那就算我给他一点这个，不要看得这么悲嘛，是不是？我给他一些乐观的这个期望，好不好？就是他不用等到2%啊，这个冲荡回到2%，差不多3%了，就差不多了啊，就他就就是就快要到了，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如果就快要到了就差不多的话，这也要等到2024年啊，所以明年是2023年，所以在幻想什么什么的这个2024年才有机会，这是我看出来的。OK，那当然有一个例外 exception， 有一个例外。OK，而这个 exception 这个例外万一发生的话，不一定是个好事情。OK，什么事情发生可能会使到美联储提早的降息呢？就是经济出现非常严峻的、非常糟糕的大灾难的大萧条。OK，大萧条，我曾经拍视频的时候也讲过经济有可能会出现大萧条，对不对？所以如果美联储降息的话，明年降息的话，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以前也讲过，on one hand 降息了，on the other hand 就是经济的大萧条出现了，而经济的大萧条出现的时候，企业的业绩报告会非常的难看，企业的盈利会降低。现在有机会，但是呢，我这张图这里就简化了，就没有给大家看。我在 GMT 里面有给大家看过另外一张图，这是美联储公布的他对经济的预测，他对经济这个美国经济 economy 明年的预测没有大萧条出现。OK， 所以没有大萧条出现，很可能是明年不会降息，可能要到2024年。OK， 但是万一他预测错了，这个经济大萧条了，他有可能提早降息，但是这个是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不是利息的问题了，而是经济大萧条了。OK， 那还有一点呢，他们也是18位董事来投票，那有些是乐观的，有些是悲观的你说有些是鸽子，有些是鹰派都可以，对不对？最多人选他们预计的利息是这个5.0到5.25，还有不少的是5.25到5.5这个 range 这个幅度，这远远要比他们上一次投票的时候要高很多。OK，所以他已经告诉你们了，不是说我们这个加息加多快这一次不是加3码了，加2码了，不是加3码，所以好像是他说不要高兴，他是不想你高兴这个美联储报位出来不想你高兴，这一次不加3码了，加2码了，好像加息加了少了一点了，他明确的告诉大家
不是说加息要多快，而是最终加到多高。现在这张图告诉大家，马上给大家看这张图。这张图告诉大家啊，这个我们会加了比我们上一次9月份投票的时候要高。OK，所以不要那么乐观啊。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要加多久，所以是 how high how long 啊，不是 how fast。OK，那要加多久，他也给你看到，2024年才有机会降息下来。OK，当然这个每个月啊，或者每一个季度也可以随时改变的啊。这一次就比9月份提升了，对吧？以后会不会再提升或者降低都有这个可能啊。但是在现在，他明确的告诉大家，啊，明年的利息会比今年高，而且会在高的位置啊，比以前预测还要高的位置，维持一段更长的时间啊。大家就不要幻想了，对吧？OK，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张图里面，我经常每个周啊每个星期都给大家看，对不对？很神奇嘞，是不是很神奇嘞？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不要那么乐观了啊，如果升穿了上面那个顶，再要升穿绿色的那条线，再要 RSI 超过70，还要往上涨。这个突破这3个阻力位，还要往上涨的哦，牛市来了，牛市来了啊！所以那时候人家说，鸡爸爸，美股涨了这么多了，还不是牛市吗？还不是？我说，wait，啊，不要那么心急啊！如果它要涨破了这个下降轨道的顶，再涨破了绿色那条线，再要 RSI 超过70还在涨，OK，那就是一个牛市的开始了。OK，所以呢，哎，你看就这么神奇，我这张图画了几个月了，对不对？哎，碰到那里哦，哎下来了，下来之后，哎还要试一试，再上去一次啊，但是一天晚上啊，只上了一下就下来了，这是个日线图，只冲破一下，不到几小时又下来了，是不是？这叫假突破，只有几个小时马上就下来了，那就代表着没有那么乐观了，是不是啊？没有那么乐观，所以3个阻力位都没有突破，就上来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啊，这一次啊，大家经常在10月底开始的反弹已经是 finished，已经是过去了啊。那10月份为什么反弹？超卖了，对不对？你要回看我们之前的话啊，底背驰这个信号很强，对吧？有个3面镜的信号，3个买入信号出现。那就反弹了，非常强的一个反弹啊！但是我个人没有捞底，就是还是一个下降轨道，还是有往下降的轨道啊。所以买股票就是我的这套系统选股5部曲，对吧？先要看大势的周期，我虽然看好1、2个股票，但在大势往下走的时候，我都清仓了，都走掉了啊。所以所以我现在不在公开场合谈论个别股票了，因为有些人说，哎，你以前不是看好这个股票的吗？对，那个是1年前最高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好，也告诉大家现在美股很高了啊。我那个视频里面也告诉大家，现在美股很高了啊，这个股票也很高了啊。但是我是觉得它是个不错的公司，非常欣赏它的公司，对不对？那跌下来的时候当然走了，对不对？现在有人说，你不是很看好那个公司的吗？对啊，但是选股5部曲，第一步是看牛熊周期。熊市里面还买什么股票？当然是要避开一下了，对不对？当然也不是 all out，我把我的钱放在这个9月中开始10月买香港股票，买的很好啊，很开心啊，对不对啊？或者中概股啊，很好啊。但是一些美股，我觉得还是算贵的啊。那好了，我们看看港股了啊，哎，又很神奇，是不是又很神奇，对不对？我这张图是以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啊，所以香港啊，到了10月底的时候，你看啊，这个我上面那个图就跟那个下降轨道一样，熊山直插 free fall 的一个轨道，非常的斜度啊，非常的斜 slope 啊，非常的斜，而且它是窄幅波动，就是 free fall 一下子没有水花的啊，有水花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它就是非常狭窄的，一下子下来，没水花的插下来，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下，
下面的 RSI 啊，所以这些很简单的工具，对不对？底背驰往上走的，第一个低过30超卖啊，超卖了 oversold 啊。第二个连续四次是低过30，一般来说低过一次就差不多，它是连续4次。第三个它是这个一浪这个 RSI 一次比一次要高一点。但是呢，它的股票是一次比一次低，这就是叫底背驰，就是个很强的买入的信号，对不对？那好了，这个红色箭嘴有点这个偏差了啊，移过一点点，向右移过一点点，对不对？这个可能刚才不同的电脑转换的时候，这个移左面了一点。如果我们把那个绿色红色的三角形往右移一点，是不是你看到刚刚到这个 RSI 到了70的时候，碰到一下子的时候，哎，超买了，超买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进入牛二的这个周期。我的选股五部曲里面不是有一张表，是不是啊？那张表大家去回看的话，里面就很清晰。我告诉你，到了牛二的时候，就是要低买高估，低买高估，市场会在超买和超卖之间徘徊。超买和超卖之间徘徊，所以你看到它超卖的时候，当然要怎么样减持一点了。当它是超买的时候就要减持一点了。超卖的时候在 oversold 超卖的时候到23到30后就可以增加一点了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又能够在中线的一些调整，再增加可能10%左右的一个一般来说。一个股票上下可能是20%中期的波幅20%，那你就不要拿到这么准了就算你头尾都拿不到，那每年赚多10%做一次，好不好？做一次所以其实是蛮简单的，对不对你学了之后就一目了然，就是OK。那好了，刚才是788的一个分析很简单，是不是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一位投资者非常他是叫Oak Tree 的一个基金的这个创办人老板我是去年才认识他的，但是我认识他之后，我发现他投资的理念、看法、思考的想法思维跟我是很像很像的。我是去年才认识他的，但是我觉得他跟我很像。当然他是投资债券多一点我是投资股票多一点所以是不一样的。OK，但是他是也是芝加哥大学出来的，跟我一样的可能是这样，我们的想法很多都很接近。OK，他最近写了一个 memo 他有一个笔记 OK 叫 memo 定期会写一点那我看了哇，好多的文字好难看的，我看了好久我的阅读有点慢OK，我看了好久之后总结出来就是说一句话。过去40年，这个股票市场也好，债券市场也好，房地产市场也好，是特别好的年代。这个年代，影响它的，使到它特别好的这些因素，过去了，over finished 没有了，以后没有了未来的40年或者30年或者20年，不会像以前这40年那么美好的案例，不用想了。OK，拜拜，finished。OK，当然几个原因最大的一个原因当然了，过去40年有几个原因是特别好的。第一个是美国的科技的发展这个我以前做 management consultant 我在90年代开始做 management consultant 的时候，当时很多的 business practice 要 process re-engineer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 重新开始提升他们的效率。提升他们的这个成本控制的效率或者是赚钱的效益 effectiveness 所以这是其中90年代发生的。后来又有这个全球化中国加入了，没有通胀了世界工厂没有通胀了，对不对然后全球化的话，使得很多的 Walmart 这些全球公司，他们的利润又在不断的往上涨所以美国公司也全球化的扩展。然后他们全球化的采购又使得他们的成本下降，又没有通胀，而且在这40年当中，美联储基本上美国的利息是大跌小涨，大跌小涨，每一次涨都有一点点的股灾，一点点的股票市场的调整，但是呢，整体来说都是往下涨的往下跌的。
所以使到很多的人啊就说，哎，股票市场就8年后了，就买了就不用看了，定投了dollar cost average 了。他跟我的看法是一样，我以前也说过这个这么美好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大家要什么定投、定时投入或者是buy and hold 买了就持有forget it 没有了没有这么样的一个东西了。OK，所以未来要更加的谨慎投资。更小心，更做功课，而不是盲目的买，哎，随便买好像就会涨，赌运气是死的机会会比这个运气让你赚钱的多。OK，好，那最近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调研做了一个调研，问大家到底2022年是赚的还是亏的赚的还是亏的呢？好多人都说是亏钱了当然有一个人说，自从看了我的 YouTube 之后开始不亏了，哈哈哈，感谢感谢。我觉得如果可以使到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这是我做 YouTube 的其中一个这个原因，对不对所以我以前也讲过所以真正能帮到人，我看了也很开心所以感谢这位华 L 的这个告诉我这个 feedback 我觉得哎呀我的功夫没有白费，我的工作没有白费但是现在讲到了2023年的话，我觉得2023年的投资市场普遍的投资市场不会起码上半年下半年太远了，起码上半年不会比2022年好。OK，整体特别是美股或者债券市场或者虚拟货币啦，整体来说2023年上半年不会比2022年好，OK。当然机会有一些非常小的，但是很好的小的机会找到一些非常好的股票，而它们的价格因为整体的价格跌下来，它们是非常非常的超值，非常值得投资，但是那个机会很少，你要乱买的话，你要不知道的话，基本上2023年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乱买的时候，OK。那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个推算或者是定期其实我定期有一些课程出来，不是说哎呦七爸爸这个要卖课程了不是这样，其实呃我钱哪里赚都赚够了，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不同的时候需要一些不同的解药，对不对？就是吃海鲜也要吃新鲜的然后呢，课程就是里面有一些这个教导的这个东西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前我讲的准不准，好吧？所以呢，这个是在2021年的7月27号到29号我举办了3天的课程，很多人当时都有来过，对吧？或者后来也有买这个课程来看重播当时呢告诉大家这个离顶已经不远了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到顶，但是离顶已经不远了最后是在11月底美股到顶了，OK。那我7月份讲了，给大家有8月、9月、10月、11月4个月的时间，去看、去准备、去慢慢的离场，是不是当然，当时在我们 GMT 里面，我还给大家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算出来的话，要拿70%多80%的现金只有20%的股票我不喜欢 all out 全部走掉的，但是当时是给大家一个明确的 GMT 里面就是说70%是一个现金60-70%是现金，OK。所以那时候是6、7月份的时候所以同样的到了7月27到29号给大家一个这个课程的时候，也告诉了大家这个顶峰已经到了疯狂的时候已经到了，要走了，快点走了，还不走的话，离顶不远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我去年7月份，如果你想象一下，当时你来听了我的课这个听了我的话，不光是听了我的课，还听了我的话，把当时的资产真的是80%离开了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会不会今年这个避开了好多的输钱的机会，对不对？OK，好了，这一个是10月22号，
10月22号，本来我是这个叫早手这个因为有些人是2020年就报了这个线下的课程，一直是没有机会上因为新冠疫情没有机会上。但是到了2022年的10月份的时候，当时我只在那一次的直播里面讲过2分钟当时我说因为现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不要再等了有见证的朋友可以见证一下，对吧？我说就不要再等了因为以前说还要等这个通关之后来线下课程，我说不要再等了，我们就把它变成线上吧，因为我觉得现在再不上这个课的话，会是这个错过时机错过时机。所以当时10月22号有几个也是听了直播马上冲进来报的也不少，OK 有几个了，然后也有些是老朋友，对吧？然后我当时就在这个课程的结尾的时候给大家这2句话，一个是现在不要错过这个股灾带来的机会，另外一个是在最悲观的时候买是最好的当然有些人进来了 GMT 之后还知道买哪些股票，最近好多 GMT 总觉得好开心，涨了差不多1倍。短短1个月1-2个月之内涨了1倍不错了，OK，我们选的都跑赢大师的，OK。好所以呢，当时最后一张图在投资新道那个10月底的那个课程里面说，哎，假如时间可以倒流的话，你看过去这么多灾难的时候，都是这个很好的投资的时候，很多人在以往来上我的课的时候去说，哎呀7、8板就好了，那个时候就买了楼了，那时候就怎么样了，那时候就怎么样了，对吧？我当时就10月22号的时候告诉大家，哎，时光可以倒流的话，不用倒流了，现在就是那个最悲哀的时候，最好的买楼的时候了不是买楼讲错，最好的买股票，当然要买对股票现在就是那个好的时候了，对吧？看回来当然我当时说的是中概股和港股，香港的港股，对不对？全部中了，全部讲对了，对不对？所以呢，too bad这个时间不会倒流的时间不会倒流，过去了，对不对？你多么想多么后悔哎呀，10月底来听七爸爸讲话就好了，讲了之后又相信七爸爸出去买了，哇，现在起码也赚了，就是买那些不好的股票也起码赚了40%-50%了，对不对？你买什么阿里巴巴、腾讯30-40%是没就最少的了大家知道我一直觉得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是 mediocre，一般般了，麻麻得了我喜欢的那些是涨的100%的那些 OK。 好，我们现在来是大家看过我的预测还蛮不错在之前就不讲了那我们来看看预测2023年怎么样第一个股票市场还有机会往下走我刚才讲过了，对吧？特别是上半年还有机会往下走，这是件好事情。所以呢不要乱买，但是找到好的股票的话，这是一个黄金机会 OK。 但是最大的一个重点是要做好两手准备。什么叫做好两手准备？有可能股票不跌涨，有可能股票买了之后还会跌 OK。所以买了之后不涨就跌嘛，对不对？涨和跌都要做好准备。那怎么能做好准备呢？所以给大家一个策略今天大家来了，这个很有价值，我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策略，也是七八八的特色就叫财富金三角，对吧？财富金三角为什么我在9月底10月当时可以这么大量的买股票，不怕吗？不怕再跌吗？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我有房地产的租金收入，还有股票这个做生意工作的不同生意给我的一个收入，而且这个收入还是蛮大的，对不对？我买了再跌的话，我还有钱赚，我还能在低位买很开心，对不对？所以我当时就不怕有这个底气，在股灾的时候有这大跌的时候有这个底气去捞底如果你只有有限的资金捞了就没有了，就被套住了那可能就再跌的话，哎呀，只能看着流口水了，对不对？但是呢，我这个所以这个套东西是使到股灾来的时候，你有底气去看到好的股票捞底那我再说一下其实这个轮盘是一直轮流在走的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给大家加插的轮流在走的。我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大家如果回看我在 Facebook 讲的话，我说2020年会做生意非常辛苦
房地产也会非常辛苦。当时还没发生新冠疫情，但是我已经说非常辛苦。我还记得我2018年6月4号在 Facebook 讲过，未来1到2年啊，大多数的公司90%的公司会亏本，生意很难做。当时人骂我，你有没有气性啊？搞错啊！90%的公司亏本了，但是我这个是2018年6月4号讲的啊，我公众场合讲的有这个 record， 对不对？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自己也在2018年的时候，把我的好多的生意都撤离，卖走，撤离，退出撤离啊。还有一点，我当时在2004年的时候啊，我第一次创业是2000年创业的啊，有一套系统叫致富八道。有些同学已经做过测试啊，做过研究过，对不对？我也写过第4本书叫《致富八道》啊。当时呢，我不知道这套东西啊，就没有总结出来啊。我2004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创办人嘛，一个企业的创办人。其实我是个创造者。这个时候企业发展的很好，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了，我应该要退位让贤了，应该要退下来，让一个这个立道者啊，这个致富八道里面立道者去做，而我要做下一个项目，对吧？当时我没退下来，结果1年2年之后，我的公司我待不下去了，结果我那个公司就垮掉了，因为我做的很不开心，所以吸取了这次的经验之后啊，我2018年基本上所有的生意推掉，哇，创造者一定要创办一个新的公司，非常优越，创新创造啊非常优越，但到后面的管理就很糟糕了啊，所以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在2018年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全部归零，放下归零重生。当时我2018年给自己的6个字啊，放下归零重生 ，OK。而且我知道这个生意会难做啊，现在看回来中了，讲中了，对不对？当时我在2018年开始也把房地产房子能卖的就卖，能卖的就卖啊，当然是要好价格，OK。所以也减持了一点2020年的时候我说股票一定是股票。所以在3月份的时候，哇，大量的捞底赚了好多钱啊！到2021年的时候说，哎，股票差不多要走了，对吧？我们刚才看到，我们说差不多要走了啊。好，我现在告诉你，明年是一个提升收入的年代。你要做生意的话，要提升收入；你要打工的话，要帮老板提升收入，让你自己也能够提升收入，对不对？怎么样去提升收入啊？所以今天晚上给大家明年不是个股票赚大钱的时候，普通人你能找到10倍股非常好，但是普通人的话买股票会没有什么好赚的10倍股会有所以再讲一次永远都是这个像阴阳当中黑色当中有一个白色的点整体来说不是一个股票赚钱的地方，OK，10倍股是例外明年是一个提升收入的年代。不是房地产 ，OK， 房地产还没到，这个周期还没到，OK， 明年所以我们因时制宜 ，OK， 再讲一下，大家可以帮我写一下因时制宜，明年是提升收入的年代这个很厉害的一句话，OK，所以呢，所以我好久没搞这个课程，上一次是在2020年的时候搞的帮助了那些同学，当时线下课程没有了，但是当时做生意非常难做，做工作非常难做，我做了这套线上的课程，把我之前在线下搞了50多届的课程的内容变成线上之后我就没再搞了，OK，现在这一次这是最近最近1个星期决定的重新再搞一次 OK， 再搞一次为什么要搞？这个不赚钱这个赚很少钱赚钱在教股票班会教比这个要轻松的多，还要赚多对不对？为什么要搞？就是我觉得明年真的能帮助到很多很多的同学。第一个，现在是个行业洗牌的时候，你要做到行内第一，甚至唯一。做生意的话，你的企业要做到行内第一，甚至唯一。打工的话，你要做到老板心中的第一，甚至是唯一，都是一样的道理如何做到？一套套30天，帮你去探索，帮你去设计你的事业，让你在
你不是说第31天就但是你通过你的学习啦、提升啊，能做到你的老板、你的客户心中的第一，甚至是唯一。OK，第二个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帮我写下来。很多人说，哎呀，明年我赚多10%就好了，我跑赢通胀就好了，bullshit，这很难的。因为你会做多点了，做辛苦点了，我要 challenge 你，我要挑战你，你要收入提升10倍或以上。这一个东西是我连2007年给自己的一个挑战。如果当时我没给自己这个挑战，我2007年不会完全又是放下归零重生。OK，我现在可能是在2007年的基础上涨了50%左右，那就是非常糟糕了。OK，我当时归零了，从零开始，零做到100块、1000块、1万块、10万块、100万、1000万、1个亿，到2018年是做到1个亿。多少个十倍？多少十倍？我每年都是10倍、10倍、10倍这样下去的，做到1个亿再来放下归零重生。2020年开始线上课程重新开始，我要做给大家看，对不对？当时我设计了这堂课之后，我就跟那些同学一起说，我重新来过，做给大家看。所以当时 YouTube 被那个账户删掉了，从零开始做到现在10万订阅者了这个我的课程里面现在的人数也是最多的，这个历史新高最多的。OK，每周工作35个小时以下最重要是不要卖时间。如果你在卖时间的话，你会很忙，你会没时间陪家里人，你会没时间做其他的事情，对不对？最差的一点就是你的时间不值钱，你无法大规模的去释放你的价值，赚取财富，因为你的时间有限。你一定要学会叫 scalable，把你的财富是无限的扩大，对不对？比如说我的课程，10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1万个人、10万个人、100万个人，这是无限扩大的。我要不要加时间？不用，对不对？如果你的赚钱是要按宗数来算的话，你不光是会做得很辛苦，未来会越来越糟糕未来会越来越糟糕。OK，还有你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告诉大家，我学 engineering，因为工程师赚钱多嘛，我大学念了 engineering，我还念了个硕士，我在美国不错工资还不错做了2年做不下去，浪费了我4年学下来的 engineering 的硕士和学士。为什么？我不想学，我不是我爱的，我不是我喜欢的，对不对？后来投资啦、做生意啦，都是我喜欢的。晚上睡觉发梦还在想越做越好，越做越好。所以，如果你不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话，你是 game over，你是完蛋了。OK 当然事业我们其实做事情要跟我们的拍拖跟另外一半的时间还要多，对不对？如果不喜欢的话，没有成就感的话，那真的很浪费我们大半生都在做一些不喜欢做的事情，太浪费了，对不对？好了，这个是给大家的轻松致富的一个课程，你们想想能不能帮到你？如果这5点都能做到，不是说5点当中做2点、3点5点当中都能做到，能不能帮到你？OK，而且我觉得这是个你要上课这是个 requirement 要求，不是说哎呀我35%就可以了，好不好？不行，10倍，OK，我们要帮你设计10倍的事业你进来之后就知道，一步步知道为什么是这么重要。你不做这个，你会一辈子完蛋了。不光是你一辈子完蛋了，你这个 BS 还会 pass 给你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你的子孙也是受限了，对吧？我今天我改变了，我的女儿、我的儿子都不一样的一个人生、一个事业，完全就不一样了年轻人认识他们的话，一个20出头，一个19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OK，那好了，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如果你是可以被替代的，现在经济不好了，裁员，对吧？明天要降成本了，跑去印度请人了，跑去马来西亚请人了，跑去哪里去？马来西亚有比马来西亚更便宜的越南还有比越南更便宜的，对不对？Bangladesh 还有比 Bangladesh 更便宜的，永远可以继续便宜下去，是不是所以怎么样能做到这个老板心中的唯一，客户心中的唯一因为现在好多人愿意免费的做，不是 cheap，it's free，free，I can do it free
你如何在人家愿意免费做、便宜的做的时候，你有你的事业？OK，所以这个讲好玩点不要再做小三了，好不好？也不要再做二奶了或者老二了要做第一，唯一，不光是第一，还要唯一，OK，OK，好，还有一点我问你了，比你收入多10倍的人有没有？应该有吧，是不是除非你已经是马云李嘉诚了，对不对？应该有，对不对？比你收入多100倍的有没有？1000倍的有没有？10000倍的有没有？应该也有，是不是那就是说方法是有的，所以你进来上课，我一定要你设计你的事业是能够在可见的将来赚到10倍的收入。要不然的话，你会忙点了，加班多一点啦，见多点客人啦，卖多点产品啦，都是那个 incremental improvement。OK，我要打破你的惯有思维，因为帮我写下来，这是今天的金句，阻挡你发达的人是你自己。哦，为什么对自己这么有仇恨你不是想自己赚多点钱吗？但是阻挡你发达是你自己。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脑袋是马云的脑袋，如果你今天脑袋是李嘉诚的脑袋，如果你今天的脑袋是Robert Kraft 的脑袋，会不会赚多点钱？10倍太少了，不可能了。100倍也太少了，1000倍差不多了，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打破自己的所设计的框架局限所以进来设计你的未来10倍以上的收入如果你今天还赚了很少钱的话，那100倍了，1000倍了，好不好 ？OK，还有怎么样能够工作少过35小时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如果你告诉你老板，哎，我明天开始工作35小时或以下我不做了，你老板说 You are fired，证明你在卖时间。你要从卖时间变成创造价值。你因为你卖时间，我刚才说过了168个小时，你能放多少进去？每周，对不对？你一定要释放价值，价值释放出来之后，老板说不错你已经做完工作了，慢走慢走，出去享受 enjoy work enjoy life你老板还怕失去你，是不是work from home no problem 这个明天take a day off enjoy。是不是你家里没有车子我给你车子你要赚多点钱我给你股权，好不好？这个是你要的人生，要不要？要的话在留言区说要你要想都不想要的，那肯定不会有的，对不对？OK，好，还有一点，那我说不卖时间我是专业人士，sorry，2年前已经，这好像3年前已经讲了，如果你现在赚钱是靠你在学校里的文凭学来的东西，你很快不值钱，很快会被淘汰，因为现在的 machine learning 机械学习 AI 人工智能一天晚上学的可以是超越一个医生一个律师一辈子可以学的东西，它是一天晚上下 chess 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下围棋都全世界的冠军都被人工智能打败了，而人工智能只用了一天晚上来学 OK， 然后打败那个人工智能的又是另外一个人工智能，他是没有学过人类的这个棋谱，就对着那个人工智能那个打败冠军的人工智能的那个人工智能对着那个人工智能来打，但是他用更快的学习的速度，结果99场比赛全部都是那个新一代的人工智能赢了，因为他是学习的更快 OK， 所以你今天如果还靠着以前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 sorry 这个机械会学的比你快，对吧？轻松致富把你找到没有人可以替代你的，没有 machine 公司 whatever 或者其他的科技可以替代你的独一无二的，只有你能做到的那个 gift 那个东西，好不好好神奇这就是我人生的那条路，所以我把我人生的那条路总结出来给你的
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是我人生，我走了，我从穷巴巴的路走到富巴巴的路，两个都走通了，两个都走了成功了，来给你一个比较，我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有资格告诉你怎么样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做成功了，OK，所以呢，当时我在 GNT 里面没有讲这么久因为 GNT 里面大家都相信我，我只是短短的讲了3分钟左右大家还没下课已经报名了现在剩下3个位置，而且呢，有个好消息，昨天我看到本来是1月份才开始的1月份才开始，但是很多人已经在做功课啦，已经做错掉了，乱做啦。我昨天早上给了大家一个orientation， 一个迎新会orientation，OK，那给了大家迎新会之后现在你加入的话，赶快看我们都放在 Facebook 的那个 private group 私密的群组里面，大家去看，慢慢做功课。我们的1月份的1个月整个月的功课的这个学习，大家可以事先学多几天，对吧？那之后也是无限的开通给你的所以你是一辈子可以看的，不光是一辈子可以看的。如果我们再有下一届的话，一般来说1年搞一届差不多了如果再有下一届的话，你又可以跟下一届的同学一起再学习，所以是无限的可以学习下去。你可以自己学习，可以跟以后的学弟又可以学习，对吧？当然越早学习越早成功，越早赚多点钱 ，Why not？ OK 所以呢，剩下3个位置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叫董事会的东西，还有一个第30天的 Q&A 还有一个 coaching 董事会人数所以要有限OK， 所以快点报要这个有兴趣的话快点报而且我们是无风险的，对吧？你再辛苦10年都不知道错过什么。如果你来的话，30天之内我解答不了，帮不了你设计一个新的那你就做功课还要按着次序来做功课，不能乱做功课。做完功课之后，第30天来问我问题，解答不了你，让你看不到怎么样能够我刚才所说的达到我刚才所说的所有那些方法这个好处的话，退款给你的。对不对？没风险但是你不来的话，你的风险多大？再辛苦10年吗？再辛苦20年吗？你的子孙也辛苦吗？哇，太严重了，是不是但是你来了之后，你开了眼界，万一帮不到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帮不到你。以前我们搞过这么多次，没有帮不到的。万一帮不到你，我全部款退给你，好不好？免费学习，好不好？这个这没风险的事情。OK 好了，所以呢，我觉得世界上为什么很多人没钱？没钱不是因为他们没钱，穷人不是因为没有钱啊，穷人是因为用错了方法，所以没赚到钱。OK，穷人不是一个罪，没钱不是个罪，因为没有人教他们方法，但是有人教了他们方法，他们还不来学就是个罪了所以呢，这个是我38岁的时候用了3个月总结出来的，帮你做到第一和唯一的一套方法，非常科学化的方法怎么样做到7环，调整你的人生的事业的7环，致富8道应该走哪条路我们有一个测试，测了你之后，天赋之后，我们给你成功的那条路怎么走，一步步怎么走。然后思维一定要改变思维，你的思维一层一层，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有什么样的结果。改变了，装了一个新的脑袋，装了一个新的操作系统之后，你完全以后有多少钱了，有多少财富了，有多少朋友了，多少乐趣啦，幸福啦，完全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你不改变你的脑袋的话，无论你在门外看了怎么样，再去做什么样艰辛努力的怎么样，一辈子都不会改变，因为你的脑袋没改变。你的那个旧版的Nokia 没有换成 iPhone，所以永远都是那个 Nokia 的画面，您明白吗？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OK，所以呢，还有一点信念很重要其实这些东西我的老婆、我的太太一直告诉我，一直告诉我，但是因为以前我相信的是要艰辛努力，将勤补拙。哇，我觉得如果说我自己笨一点，我要勤快一点，对吧？愚公移山，不要放弃，是不是？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
这些励志的故事，长辈告诉我们的，对不对？结果所有东西都是我太太跟我说：“哎呀，你要不劳而获啦，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啦？哇，我还要继续的艰辛努力，对不对？所以你们要艰辛努力啊，将勤补拙啦，愚公移山啦，永不放弃啦。”我都懂，我曾经都是这样的。我38岁之前错过了38年的人生，起码错过了10年人生。我18岁认识我太太的，错过20年的人生。我太太一直在告诉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心里很重要。结果到了38岁，实在走不下去了，没办法，实在走不下去。35岁已经开始走不下去了，一直在迷惘，一直在寻找机会，寻找方向。结果到了38岁，突然想清楚了，突然想清楚之后，哇，用了3个月，中间那团乱的线啊，就是那3个月，哇，这个思维冲击的不得了，怎么去整理我的脑冲击啊，这个震荡啊，然后梳理，到了09年开始啊，把这套东西变成轻松致富，又教了50届的线下课程，还有线上课程，OK，到了现在好简单，你30天，我3个月做出来的设计啊，你30天来学啊，我3个月是不是？时间就是宝贵的嘛，是省了时间就是赚了钱了，对不对？但是你说，哎呀，不相信可以啊，轻松致富啦，我理解，因为我头38年不相信。对不对？38年之后，我改变了脑袋，我相信又要提升10倍，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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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倍，我最多做了1个亿哦。OK，现在又重新开始了，又是10倍，再10倍，再10倍，再10倍，就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我只做我擅长的事情，我只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不喜欢做的事情不做。为什么要做？反正我也不缺钱，为什么要做？对不对？所以越做越好，越做越好，越做越好了，越做越轻松了，越做越好了。对不对？越做人家越喜欢我了，越做越是行内第一，甚至唯一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咯，对不对？所以没风险的，你也不是的话，你以后要穷的话，要不理想的话，要埋怨的话，只能埋怨一个人，谁啊？不是我，OK 所以呢，未来2周我要花点时间帮助同学轻松致富，因为我觉得未来明年不是买股票的了，明年已经是这个要提升自己收入了。你提升了自己收入，股票跌下来了，股灾来了，你有钱去捞底啊，你有胆量去捞底啊，你有底气去捞底，对不对？所以呢，未来2次的星期天forgive me 原谅我，我要帮助轻松，我不是去度假我没有安排离开香港，也没有度假，我为工作，因为我喜欢工作，现在在做我喜欢的东西，不是打工了。打工的时候，哇，终于放假了，还要工作，no way，我要快点出去飞出去玩了，对不对？但现在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话，出去旅游都玩过了，全世界都玩过了，玩厌掉了，没什么好玩了，还要搭飞机这么辛苦，我就喜欢在香港享受生活了所以呢，我继续帮助大家，我觉得帮助大家是一个非常乐趣的事情开心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会帮助大家，不过用一个不同的方法如果大家想未来的一段时间还要天天见到7、800的话，加入轻松致富那你就可以天天看课程，OK，还有我的coach 还有我的导师团队，不是我一个人，OK，所以未来2次直播暂停一下，好吧，OK，那所以呢，现在现场观众有没有问题？我回答1到2个问题好不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继续学习了2023年怎么样就继续学习，你要股票也可以继续 GMT 或者是免费的先看看课程，要不然的话也可以这个要提升收入，做得更轻松，更多时间，更享受生活，而且是越做越顺利的话，这个轻松致富会改变你的思维的，改变了我的思维，我的人生完全不一样了，从穷巴巴变成致富巴巴了OK，好那最后你之前说光伏可以买入很大机会，这个观点还适合吗？哇，安华也来了。啊我觉得这个行业长期来说是非常有潜力的这个行业，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产量的变动短期内这个以前的樽颈位会变成解决产能了，
以前的价格高的会下来一下啊，另外有些产能的有些环节呢，以前这个另外这个 bottleneck 啊，这个樽颈位在另外那边，所以这里产能过剩。另外现在那里的这个樽颈位解决了啊，这里的这个产能可以利用上了，所以这个机会有点调整，但整体来说光伏还是算好的，好吧？OK，当然我们 GMT 里面也有详细的那个讲啊，股市零基础可以学吗？绝对可以，小白更好。小白第一个你错的东西少，哎，好多人外面学错掉了还要改正。小白的话，零基础，第一个啊，一张白纸很容易学。第二个很好了，你没输过钱了，好多人进来的时候输了好多一辈子钱，不知道输了多少钱了。如果你是零的话，没输钱的话，现在进来已经是跑赢了好多，因为好多人没进来之前是输了好多钱的。OK，我相信你是 GNT 啊，说的是 GNT 啊，我绝对可以啊。我们那今天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好吧？那我这个相信我啦，当时相信我进来投资新到的，10月份进来的，现在已经老早赚的偷笑了，偷着乐了啊！所以轻松致富进来的话，你明年会感谢我的。OK，好，感谢大家啊！最后祝大家这个Merry Christmas 啊，假日快乐啊！然后呢，人生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有成啊，金钱丰盛啊，还有智慧成长，好吧？人生五行，样样都行。我们下次再见。